色的脸上，各色的妆，没人记得你的模样。子期你好，欢迎做客新浪会客厅。你的视频以古风为主，为什么会选择这种方式呢？我觉得可能还是跟我从小的生活环境有关吧。你想，以前我小时候那个时候，农村嘛，哪会有现在的生活这么条件那么好？那个时候我们农村里面吃的食物，然后用的、穿的，包括衣服，都是那个时候自己买布回来裁的褂子。所以农村这一切自给自足的东西，对于我来说，它是耳濡目染的、知根知底的。甚至是怀着敬畏之心的。所以说，当我后来要做短视频的时候，我肯定是从我比较熟悉的地方去入手嘛。你是一个有强迫症的人吗？一部分吧，我觉得。生活中其实我觉得还挺随意的，然后工作中我自己觉得还好，但是他们都经常吐槽说我的什么强迫症已经到变态的地步了，就是经常一个镜头就是拍好多次，就拍到满意为止。网友都说你像仙女，你自己喜欢这个称呼吗？仙女喜欢啊，说不喜欢我觉得有点假吧，就谁不喜欢夸奖？但是就听多了之后有一点心虚。你看我来的时候穿的这个鞋子是土地仙吗？再说了，哪有画那么多的仙女啊？那有什么事情是你想学但没有学会的呢？就是如果是说我自己感兴趣的话，可能我现在是真的对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是不是有点官方？但是就是真的就是对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很多东西特别感兴趣，就是特别迷人，你知道吧？你有时候你在看那些纪录片的时候，你会想，哇，我们中国古人的智慧真的太了不起了，他们怎么能那么聪明吧？然后还有那么精湛的记忆去做那些事情。所以如果我以后有更多的时间的话，可能我会就还是去把这些事情都能够学完。哦，还有一个，我不知道能不能说，轻功，你知道吧？小时候就是我叔叔。他跟我说，他说你只要就一直在腿上绑沙袋，然后不断的加重，然后你就平时就这样生活，然后走路跑步啊什么的，你几年之后取下来，你就可以身轻如燕。就是我现在想起来，我觉得他可能是在骗我，你知道吧？但我小时候真的绑过一段时间，后来被大人打了2次之后就没尝试过。听说你前段时间去马来西亚交流，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其实这个没有什么太特别的地方，因为当时有听说他们的公主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且前2年我一直在拍摄中国的文房四宝这个视频，那前段时间也刚好拍完了，所以说想说送给他们这里一份特别的中国礼物，能够把我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带到了国外，这本身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现在吧，我奶奶在那边。奶奶好，奶奶身体还好吧？我等你帮你翻喽。此前视频里用到的食材都是你自己种的吗？我觉得得分吧，像之前的鲜芋花、野菜什么的，其实都是在外面山上拍的。因为我们院子里这么多东西，很多都没有拍到视频里面去。你想1个月就拍3、4个视频，根本就拍不完。大部分还是平时生活吃掉的。这边就是各种南瓜，然后这一排全部都是葫芦，这后面种了一些玉米、豇豆、秋葵，还有各种甜瓜。番茄也种了很多品种，大的、小的、红的、黄的、紫的、黑的、绿的，全部都有种啊。这一块就种了很多不同的辣椒，紫飞尖椒、线椒、甜椒、珍珠椒、朝天椒、魔鬼辣椒、彩色尖椒。这边就是种了一些茄子，圆茄、长茄、象牙茄什么的。草莓的繁殖方式很特别，甜瓜、蓝莓、葡萄、无花果，柚子的繁殖面里面到处都是嘛。这边是我做的一条丝瓜路，我们去那边看一下。韭菜、空心菜、萝莉、花甲。这边种的都是一些葱啊、小白菜、菠萝、莴笋、番茄、茄子、玉米、南瓜、丝瓜、苦瓜、红手瓜。如果你来的时候，或者上个礼拜刚摘完，你看这个是之前剪的，现在已经有侧压发出来了。然后再过一段时间，等它再大一点，就可以把它掰下来，栽进花盆里面，放到温室里面过冬。等到明年春天回暖的时候，再把它拿出来地栽。然后这个就是新一年的菠萝苗。其实我院子还种了很多热带的东西，但是都只长叶子，不挂果。我们这气候不合适，还有一些芒果、牛油果、榴莲、山竹之类的都不结果。这边种的都是一些灌木叶、几睡莲啊，然后各种各样的薄荷、积雪草、牛至、百里香什么的。哦，天哪，怎么都忘不完了。我去给你摘些番茄，你走的时候带回去。哇，谢谢子期。那你自己喜欢目前的生活状态吗？一半一半吧，我觉得。不拍视频的时候就很喜欢，可以像平时这样子在院子里面晃的，主要是可以陪着老人家。但是我现在还要拍视频啊。其实拍什么题材倒比较简单，因为农村的题材其实都拍不完的。但是
这个视频怎么拍，构图啊，镜头与镜头之间连接，你总得去想嘛。而且拍完之后你还要做后期，所以说拍片子跟过日子其实是两个概念。很多网友称赞你的动手能力，这些也是从小跟着爷爷奶奶学的吗？其实不能说学吧，而是在那种环境里必须要去做。你怎么能在大夏天的爷爷奶奶在外面做了一天的事情，连口热饭都没得吃，对吧？其实就像我之前说过的一句话，你眼中的生活技能，或许只是别人的求生本能。这么快？我还好。我好了，我们走吧。其实还好，这几片山都比较熟，都经常走，我也害怕。好听它把飞机飞起来，尽量往哪边去出来呢？现在就是等太阳出来，我估计还有10多分钟的样子。你把脑壳遮一下。这好甜了哟，看，这里，你到现在都还是自己在剪片的吗？以前是，现在还好。现在摄影师都会帮我把素材排好，然后我再来剪后面的主题部分跟调色加字幕什么的。为什么不直接让摄影师帮你剪呢？无数的人问过我这个问题，真的。不是他们剪得不好，他们都特别专业，也很优秀，但是可能是我自己的作品的原因，就是很多细微的地方，就是我自己更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吧。我相信就是很多做内容的人应该都能特别理解这个。此前有质疑说你是演员，都是团队帮你做好的，为何当时不回应呢？你觉得有用吗？其实很早以前我就有专门说过，然后我的视频早期是维念给我了推广资源，然后内容是我自己做的，我甚至当时还特别傻的放了我很多那种来来回回跑着按开关键然后拍的那种原素材，但是你会发现他们就完全忽略这个事情，就开始说，哎，你把你这么辛苦工作的东西放出来，是不是想要卖惨啊、立人设什么的？所以就他们爱说什么说什么去吧。我也不需要，就是用我会剪视频、会拍视频来证明我有多大能力，对吧？那你是怎么排解这些情绪的呢？那还能怎么样？你就当他们夸你好了。很多网友关心你的人生大事，这方面有考虑过吗？这么八卦啊？目前没想过，因为缘分这个东西比较奇妙，因为毕竟是要过一辈子的人，你也急不来。你总不能就是2个人结了婚天天在家里打架，对吧？就顺其自然就好了。有传言说你是富二代，家里有1个亿，这个是真的吗？你看我像吗？其实我从小学4年级开始就不止一次的上过我们这儿报纸，但不是因为富二代，恰恰相反。后来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有城里面的好心人就资助我继续念书。再说哪个人一开始那么有钱的话，还会那么累，对吧？那你成名之后开始做公益治学的事，与小时候的经历有关吗？或许，因为我的生命被别人照亮，就像光一样。我相信那些孩子将来在有能力的时候，他也会把这束光照进更多人的心里。很多网友把你当成榜样和动力，你有想过自己有这样的影响力吗？其实刚开始肯定是没有的，你吃这个，因为他们跟我之间其实更像是就是可以互相温暖鼓励的朋友和家人的关系。就让我很多时候遭受到网络恶意的时候，可能我就会去看他们的留言，他们就像朋友和家人一样。你会把古风视频一直拍下去吗？比较难说，因为未来的事情谁也说不准，就做好现在的事情嘛。因为不管好的坏的，就是我能走到现在，其实是这个社会给予我的。所以，如果我还有能力，就想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如何看待你的视频被盗用呢？
起初其实没有想到会这么严重，因为主要想让全世界的人去展示一下中国文化，然后觉得有很多人转载，另一方面可能也是让更多的人能看到。但是后来意识到，他们居然更改了我的国籍，把我弄成了另外一个国家的人，这个是我不能接受的。我是一个中国人，就是如果之后还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也一定会维权到。有评论说你视频里的生活不是真正的农村生活，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其实不管任何一种生活都有好有坏，就像城市里面也会有那种挥挥手几十万上百万随便花的超级富豪，也有那种自己一天省吃俭用打几份工供孩子念书的父亲。其实农村也是一样的，但现在不像以前那样，因为现在农村的条件多好啊！今年中国改革开放已经41周年了，社会主义新农村。你路过的时候应该有看到，几乎家家户户都是小洋楼。农村就非得是穷苦的吗？农村就不能满院子花草和瓜果蔬菜吗？就是在大环境很好的情况下，想要把日子过成什么样子，可能更多的是取决于你自己本身想要过什么样的日子，以及你是否愿意为之努力。其实都是农村人，就是种花、种菜、种果树，有什么难的？辛苦的一面肯定当然有，只是说没有拍到视频里面去。你看我现在都已经黑成炭了。就是现在大部分人的工作和生活压力都特别大，所以我希望就是大家在特别累的时候看到我的视频，是可以感受到轻松和美好的，是治愈的，而不是沉重的。生活已经很累了，轻松一点不好吗？难道？更何况看我的视频又不要付钱，对吧？你的视频给很多人带来了美好，你觉得美好生活应该是怎么样的？院子里面有种各种各样的瓜果蔬菜跟奇花异草，就每天早上一起床的时候就能奔到地里面，然后干完活之后就摘够一天要吃的蔬菜瓜果，然后再捡一些应急的鲜花插在房间里面，就可以一天都不出门了。然后在家宅上一天，可以做好吃的，然后可以追剧啊，做手工啊，然后陪着老人家。今年是微博10周年，微博给你的生活带来了哪些改变呢？其实是从一个小透明变成了一个对社会有那么一丢丢用的人，进入了大众视野嘛，让更多的人知道了我。其实整体来讲，就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就有了越来越多的责任感，想力所能及的去做更多对社会有益的事情，比如说传统文化的传播，然后非遗文化、手艺人这些，就想把这些老底子的东西展现给大家，让更多的人知道。一杯敬自由，一杯敬死亡，宽恕我的平凡，驱散了迷惘。好吧，天亮以后总是潦草离场，清醒的人最荒唐。好吧，天亮以后总是潦草离场，清醒的人最